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周末我正在家里写转正报告，意外告知自己被裁员，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过来了，去财务部结算工资吧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我的实习成绩是最优秀的，为什么要开除我？同事闻言，佯装很可惜地对我开口：你做的再好有什么用？我老爸可是集团董事长，你根本就得罪不起。就连领导也站了出来，就是你不过一个小小实习生，怎么敢跟我们千金大小姐斗？大小姐，过几天你的转正仪式，大家都会来捧场，到时候一定热闹无比。看着他们在群里拔高踩低的嘴脸，我一边开车去公司，一边给他嘴里的董事长老爸打了一个电话：爸，我听说你在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女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驱车抵达公司门口，我迈步走进办公楼。电梯打开的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看到被人群拥簇着的乔元，不少同事对着他就是好一顿的奉承。乔元，真是没想到你竟然是我们公司乔董事长的掌上明珠啊！我就说乔元举止优雅，性格又好，虽然平常穿戴的都是一些看不出牌子的衣服，但是一看就材质上等，价值不菲啊！这些想必都是私人定制吧？果然这就是所谓的越有钱越低调吧？是啊，苏暖那个穷鬼还妄想跟乔元争这个实习的名额，真的是太不自量力了。就连领导张新远都站在一旁，对乔元点头哈腰：大小姐，你放心，这个实习的名额最终只会落在你的头上，明天就是你的转正仪式，部门的所有同事都会来捧场，到时候一定会很热闹。对了，还有你的工位，考虑到你的隐私问题，所以我特地给你安排了一间独立办公室，保证你上班期间也能舒舒服服的，如同在家办公一样。站在中间的乔元没有开口否认，欣然接受众人对他的奉承。明明集团千金大小姐是我爸也只有我一个如假包换的亲生女儿，我选择隐藏身份来自家公司实习，是不想别人说我是关系户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我曾跟老爸约定好，等我实习转正之后，就开始着手接管集团的一些项目。没想到我这一年来每天早出晚归的辛苦劳动得到的转正机会，竟然会在半路被这个冒牌货截胡。我向来不是忍气吞声的性格，看着他们这些人一个个爬高踩低的嘴脸，只觉得可笑，因此没忍住直接嗤笑了一声。清脆的笑声显得那样的突兀，听到动静，众人这才察觉到我的存在。他们并没因为乔元顶替了我的转正名额感到愧疚，反而厌恶地瞥我了一眼。张新远更是在看到我之后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苏暖，你还来公司干嘛？我在群里不是已经通知你，让你周一的时候直接去财务部结算工资走人吗？我眼神冰冷地盯着张新远，而后缓缓开口询问他：实习1年， PPT 是我做的，资料是我查的，项目是我完成的。乔元每天就知道涂指甲玩手机，你们现在却把这个转正名额给他，公司的录用条款是让你选择废人的吗？听到我的这番话，张新元冷笑了一声：苏暖，所以说你还是太年轻，在职场上不是只要有能力就能决定一切的。乔元是董事长千金，乔家大小姐，就凭她这样的身份地位，我们当然会选择她，难不成还选择你这样一个要啥没啥的穷鬼吗？听到这话，
乔元双手怀胸，一脸得意地仰头看着我，眼神皆是鄙夷之情。我蹙眉，脸色阴沉地对着他开口：“你确定我是穷鬼，而乔元是乔家大小姐吗？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冒牌货呢？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巴掌狠狠地落在我的脸颊。苏暖，你竟然敢诽谤我是个冒牌货！你信不信我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？从小到大，我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还从来没人敢对我动手，更别说扇我巴掌了。所以当乔元被我左右扇了2个巴掌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懵逼了。周围的同事忙不迭地拿来冰袋敷在乔元的脸上，并开口对着我就是好一顿的斥责：“苏暖，你竟然敢打乔元，你可真的是不自量力！”“就是啊，乔元可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，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。苏暖，我看你今后恐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我们就看着他到时候被董事长开除，然后被整个行业封杀吧。为了一个小小的转正名额，竟然得罪了大老板，他可真的是有够愚蠢的。”众人对着我你一言我一语地谴责着，甚至还有人直接把手边的咖啡泼到我身上。看着身上价值不菲的西装外套被沾染了咖啡污渍，我直接脱掉，而后丢在地上。乔元肿着脸颊，一脸怒火地瞪着我。我再对上他的视线，淡然地开口：“你抢走我的实习名额在先，打我在后，我扇你2巴掌，只不过是将你对我做的事情都还给你罢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乔家的千金大小姐，做错事情也要收到应有的惩罚。更何况，你还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乔家千金大小姐呢？毕竟不是姓乔，就是乔家人了，说不定你就是出来招摇撞骗的呢。”听到这话，乔元丢掉捏在手里的冰袋，对着我鄙夷地笑了一声：“苏暖，我说你是穷鬼，你还给我谦虚呢？你看看我平常穿的衣服、用的包包，还有鞋子配饰，哪一样不是上百万的价格？如果我不是乔家人，难道你这样浑身上下一身破烂的人是乔家小姐吗？简直可笑！”说完这话，我看着他身上的衣服跟包包，突然感觉有些眼熟，只是还没等我想起来，就听到乔元继续开口：“还有，你知不知道乔家的身份地位有多高？只要我想，捏死你这种小喽啰都是绰绰有余，你明白吗？”看着他那副颇为得意的嘴脸，我突然很想跟他好好玩玩。你既然说自己是乔家千金大小姐，那你有本事就把你的董事长老爸叫过来，让我们看看。毕竟我刚给他口中的董事长老爸打过电话，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还有私生女这回事儿。闻言，乔元眼神微晃，想到了什么，很快镇定下来。董事长是你这种穷鬼想见就能见的吗？我爸最近行程忙得很，在国外出差呢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可我刚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自己并没出国啊。你没办法把他叫过来，是不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董事长的女儿？我才是乔家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的嘲笑声对着我铺天盖地而来。乔元脚踩高跟鞋走到我的面前，嫌弃地捏了捏我的衬衣：“苏暖，你就算再怎么羡慕我是乔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也不能编织这种可笑的谎言，自欺欺人吧。不说别的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，背的包包，一看就是地摊货。堂堂的乔家小姐怎么可能穿得如此破烂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乔家破产了呢。”闻言，众人开始纷纷附和乔元的话：“就是他那个衣服都没有标签的，这种衣服啊，说不定还是二手的呢。不仅如此啊，
你看看他平常就喜欢装逼，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各种的水晶装饰品，还说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他朋友去国外旅游的时候送他的。说难听点，这些保不齐是他自己在义乌小商品市场9元淘来的货色吧。我将视线落在不远处我的工位上，桌上确实摆放了不少装饰品，其中还有一些是我妈派人给我送过来的，就是为了让我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。落到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喜欢装逼的人。苏暖，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得罪我的下场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乔元狠狠地推开我，而后对着我的工位就开始一顿乱砸。你们还傻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把他的东西砸了！话音刚落，不少同事也纷纷加入这场破坏战中。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我桌上的那些装饰品都被他们砸到地上，粉碎成渣。放在首饰盒里面的耳饰、红宝石戒指都被他们用榔头狠狠地敲碎。不仅如此，有人打开我办公桌下面的抽屉，当他们看到那只爱马仕的包包时，极为不屑地冷嘲了起来。一个不过月薪几千的小职员，为了撑面子还买这种的货，真的是有够不要脸的。这只包包是我妈前几天刚到手的货，为了提前恭喜我转正，所以送给我的礼物。还没等我阻拦他们，就被他们用剪刀当着我的面毫不留情，直接剪成一堆破烂。看到他们如此疯狂的模样，我冷眼相对。你们破坏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要照价赔偿，真希望你们到时候不会因此而感到后悔。闻言，乔元冷哼了一声，就你的这些东西能够值几个钱，还没有我身上一件衣服来的贵。苏暖，识趣点就给我闭上你的嘴，乖乖滚出公司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要真的惹恼我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看着他在我面前嚣张得逞的样子，我压制下内心的愤怒，掏出手机给爸打了一个电话，催促他快点带人过来。听到这话，众人开始捧腹大笑起来。苏暖，你想叫谁过来啊？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逞能了。你也知道乔元是乔家千金大小姐，整个江城就没有人敢跟乔家作对，你就算叫人过来又能如何呢？不过就是以卵击石罢了。就连一直在旁观的张新远也在此刻站了出来，就是苏暖，拿好你的工资，给我乖乖滚出去。乔氏集团不是你这种穷鬼待的地方。他的话语就这样毫不留情地甩在我的脸上，疼痛与屈辱感传来，让我整个人瞬间火冒三丈。穷鬼怎么了？穷鬼就该受到你们这样的欺凌吗？张新远冷哼一声，苏暖，别怪我，错就错在你没钱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没钱就是罪。闻言，众人开始止不住的纷纷附和，张总说的没错，你这种人对公司来说就是蛀虫一般的存在，让你滚出公司才是为公司好。就算你在实习期间表现得再好，再努力工作又能怎么样？你就算是再努力100年，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乔氏集团的一份子。苏暖，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找一家小公司，安稳度过你这贫穷又普通的一生吧。就连乔元也走上前来，拍了拍我的脸颊，对着我可笑地说道：都说穷人天真单纯又愚蠢，今天在你的身上，我可谓是亲切地感受到了。乔氏集团以后只会是我的，明白吗？张总立刻对乔元低声下气，好一顿恭维。乔小姐，明天你的转正仪式我特地给您安排了6星级酒店，到时候还请您多多捧场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让乔董一起出席。你也知道，
能够在乔董面前说上一句话，是我这辈子的心愿啊。乔元享受着张总对他的吹捧，双手怀胸，很是得意地对着他开口：“那是自然，我的转正仪式，到时候我爸肯定会出席的。放心吧，我会让我爸好好提拔你的。”闻言，张总笑得嘴巴都快要挂到耳朵上去了。周围的同事见状，也开始纷纷更加殷勤地围在乔元身边，生怕讨不到好处。乔元，以后写项目书这种苦差就交给我来吧，到时候你来汇报，保证乔董能够放心把公司交给你。乔元，前几天我妈从香港佳士得拍卖了一串价值不菲的项链，我看很适合你的气质呢。还有我。乔元，听说乔董喜欢喝酒，我爸地窖里面珍藏了不少好酒，我明天就给你拿过来送给你爸爸，好好品尝一下。乔元，我知道你很喜欢香奈儿，我昨天逛街的时候刚买了一个新款包，等下我就给你拿过来送给你。还有人当场将自己手腕上的钻石手链送给乔元，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内心并没有半分波动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职场潜规则，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，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别人的崇拜、仰慕跟讨好。没有地位金钱的人，最终的下场只有被欺凌。见到我一脸冷漠、脸色苍白的模样，乔元很是得意地走到我面前，并在我面前炫耀他手腕上绚丽夺目的珠宝。苏暖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吧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很多东西不是你努力就能够有好结果的。就比如我的背景跟地位，是你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只要我想，所有的东西都会主动到达我的手里。就比如你最想得到的实习名额也是如此。我冷笑一声，我要是不滚的话，你能拿我怎么办呢？乔元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如此固执，他气得直接扬起手，对着我的脸落下狠狠一巴掌。苏暖，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，既然你不滚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下狠手。话音刚落，电梯门突然打开，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男人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还没等我看清楚男人的真面目，乔元就踩着高跟鞋迈步朝着男人走过去，在经过我的时候，甚至还用鞋跟狠狠地踩了我一脚，痛得我泪水直流。下一秒，我就听到乔元对着他娇滴滴地开口：“舅舅，您怎么过来了呀？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乔氏集团赫赫有名的总裁乔总。”听到这话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而后对着所谓的乔总好一顿的恭维。看吧，果然乔元才是如假包换的真千金大小姐，乔总都是他的舅舅，董事长肯定就是他老爸没错了。我就说乔元这高贵的气质肯定不会是普通人。你们看，我没说错吧？我在接触到男人熟悉的面目时，整个人都呆愣住了。这个人不是我爸的司机陈浩吗？陈浩在我们家工作了30多年，兢兢业业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爸一直都对他予以后任，有时候还会让他帮忙来公司送一下文件。我也可以算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一直以来对他也很是尊敬。可以说，我们家已经将他看成家人一样的存在，可却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竟然会背刺我们，冒充公司总裁的职务，在外面招摇撞骗。此刻的我，整个人跌坐在地上，头发披洒，狼狈不堪。因此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，而是对着乔元温柔地开口询问：“我听说有人在公司跟你抢实习名额啊，我这不是特地过来看看到底是哪个人这么不长眼。”闻言，
乔元很是开心的直接扑到他的怀里，甚至还亲昵地搂着他的手臂。舅舅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眼见自己好不容易有这样好的机会接触公司高层，张新远忙不迭地凑到陈浩面前：“乔总，您放120个心，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公司的实习名额只会是乔小姐的。”“对呀，乔总，乔小姐的能力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她天资聪颖，不少项目书都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呢，不像某些人做点事情就要在那边炫耀个半天。”“就是啊，那个穷鬼还说自己要找人过来撑腰，结果忙了半天连个鬼影都没看到。”听众人这么说，陈浩蹙眉，一脸不快地开口询问：“公司里面怎么还会有这种人的存在？让我看看他究竟是谁。”闻言，乔元仰起头，颇为得意地朝着我的方向点了点下巴。那个敢跟我叫嚣的穷鬼就在那里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陈浩整个人都被吓得脸色苍白。下一秒，他直接甩开了乔元挽着他的手，并将他一把推到地上。他想要上前搀扶我，却在接触到我冰冷的视线时，整个人只能呆愣地站在原地。而乔元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异常，只顾着自己疼痛的手腕。“舅舅，你推我干嘛呀？我手腕都扭到了。”周围的人忙不迭地搀扶着乔元从地上起来，并拿来冰袋敷着他略带红肿的手腕。乔总肯定是太急着想要去收拾苏暖这个贱人，所以才会一时间没有掌控好力度，推开了你。“是啊，乔元，你可是乔总唯一的外甥女，他这么疼爱你，怎么会舍得眼睁睁看着别人欺负你呢？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个没权没势的穷鬼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没人发现陈浩此刻的脸色差得要命。被众人这样安慰，乔元方才因为被陈浩推倒在地的坏心情很快便消散不见。他生怕陈浩对我手下留情，于是走到陈浩身边，对着他煽风点火：“舅舅，他刚才还说自己才是乔家的千金大小姐，你等下可千万不要轻易放过他，不仅要把他赶出公司，还要让他在江城混不下去。”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陈浩直接反手一巴掌狠狠扇在他的脸上：“你这个蠢货，给我闭嘴！”乔元被陈浩扇得直接跌坐在地上，就连他的额头都不小心撞到了桌角，渗出微微鲜血，疼痛让他的情绪在瞬间爆发：“舅舅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啊？你可是乔氏集团的总裁，那个贱人冒充乔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你应该打的那个人是她才对，你是不是犯糊涂了？”不管乔元怎么说，陈浩都只是脸色苍白，又一脸慌乱地看着我。我想他比我更明白乔元究竟闯下了多大的祸。没等陈浩反应过来，应该如何跟我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就看到电梯门再次打开，穿着西装，身后跟着一群保镖跟律师的我爸终于出现在众人的面前。“女儿，抱歉。”爸得知这件事情之后，立马就带人赶过来，却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让你受到了这么大的屈辱。他们没见过乔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自然也不认识我爸，单纯的认为我爸就是我叫来的群众演员，于是对着他自然也是好一顿的言语侮辱。“大叔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，你哪里来的就哪里待着凉快去，别趟这个浑水，到时候惹得自己一身腥。”“就是啊，这个女人最喜欢在公司装逼了，明明自己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鬼，还偏偏要装的自己特别有钱，还说什么她就是乔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简直就是笑死人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好好教训她一下，
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有权有势，只手遮天。我在我爸的搀扶下站了起来，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我爸气不过直接开口：我真是没想到，在江城还有敢打我乔明宝贝女儿的人。苏暖就是我乔家的千金大小姐，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在我面前叫嚣？此刻徐律师已经站在我身旁，等候我的指令。徐律，这些人砸坏我的私人物品，还对我进行言语侮辱、人身攻击，他们在我身上造成的所有伤害，我都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，绝没有和解的可能。我如此义正辞严的模样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显然有些慌乱起来。不是吧？苏暖真的是乔家大小姐，她不会真的要起诉我们吧？不可能的，她不过就是一个穷鬼。这些人肯定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请过来的群众演员而已，目的就是为了吓唬我们来的。这个时候，他们还执迷不悟。众人口中的乔元突然无法再镇定，他忙不迭地凑到陈浩的身边，一脸焦急地对着他开口：舅舅，你傻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快点站出来说句话啊！他们就是冒牌货，对不对？陈浩又是反手扇了他一个巴掌，而后直接当着众人的面跪在我跟我爸面前磕头致歉：对不起，大小姐，乔董。陈浩的这一举止硬生生地震惊了乔元以及众人。乔元一脸气恼地质问陈浩：舅舅，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，还要叫他乔董啊？你是不是犯糊涂了呀？明明你才是乔家的总裁啊，你干嘛要给这个穷鬼下跪啊？乔元从来都不会猜到，他的舅舅不过就是仰仗我们乔家而生存的人。我才是乔家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陈浩眼下本来就焦头烂额，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才好。乔元又在那边给他捣乱，眼看我爸的脸色越来越差，陈浩气得直接狠狠踹了乔元一脚，将他踢离自己身边。你这个蠢货，给我闭嘴！都是因为你，我的人生都要毁于一旦了。陈浩说完这话后，不顾乔元苍白难堪的脸色，跪在我们面前继续苦苦哀求：乔董，大小姐，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背着你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玷污你们的名声，但还请你们看在我为了乔家任劳任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吧。我冷眼看着他，曾经对他的那份尊重，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就已经消失殆尽，不复存在了。陈浩，你跟在我爸身后30多年，也当了我们家这么多年的司机，我们乔家自问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，甚至还对你关照有加。就连我爸平常也经常告诉我，不能因为你是司机就看不起你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们一直都把你当成我们乔家的一份子，当成我们的家人看待，你却仗着我们对你的这份善意，在外面欺凌弱小，耀武扬威，冒充自己是乔氏集团的总裁，还让乔元自称是乔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。陈浩，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了。乔元以为自己换个乔家人的姓，就能让自己成为乔家千金大小姐，只终有包不住火的那一天。他利用我的名声在外面招摇撞骗的那一天，就应该知道会在某一天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大小姐，这次真的是我错了，还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赎罪好不好？乔董，我跟了您30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啊！直到这个时候，乔元才终于明白过来，站在他面前的我才是乔家如假包换的千金大小姐。可是为什么？你明明就不姓乔啊，你不是姓苏吗？我轻笑了一声，因为我是跟着我妈姓的，只是不管我姓什么，
都不能构成你欺凌我的理由。你犯下的所有错误，我都会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方才对着我叫嚣的众人，此刻一个个都吓得脸色苍白，他们面面相觑，嘴里不断地嘟囔着怎么办才好。我对他们早就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，我看着他们一张张丑陋的嘴脸，冷漠地对着律师开口，将这个楼层的摄像头全部调出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全部都依法处理，绝不宽恕。张新元以内的所有人从这一刻开始被乔氏集团正式开除，并向全社会通报。我倒要看看在江城还有谁敢录取他们。说完这些后，我爸带着我直接开车去了私人医院。医生包扎好我的伤口后，律师的电话便打了过来。大小姐，定损金额已经出来，一共是15亿980万，但是当下的情况有些混乱，还要麻烦您亲自过来一趟警察局做口供。刚踏进警察局的大门，我就听到里面吵闹不休的声音。你们在开什么玩笑？就苏暖桌上的那些东西就要15个亿，他这么有钱，还在乎这些钱吗？再说了，那些东西那么贵，他就不应该摆出来。没错，都是苏暖自己的错。为了撇清责任，他们倒真的是什么瞎话都说得出来啊！见我推门而入，众人争吵的声音在此刻瞬间安静。我曾跟老爸约定好，等我实习转正之后，就开始着手接管集团的一些项目。有在我还告诉过你们，放在我桌上的都是贵重物品吧？可你们又是怎么说的？你们说我装逼，你们不听劝，那就用法律来好好教教你们。还不起钱就去坐牢。我说过会让你们付出代价，他们知道这次自己逃不了了，将所有的责任都丢给了乔元。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，还敢自称自己是乔家的千金大小姐，明明就是从乡下出来的穷酸货色，现在还害得我们大家都被你弄得不仅丢掉工作，还负债累累。你这种贱人怎么不去死啊？活着就是一个害人精。乔元闻言自然也不甘示弱的反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们蠢。看着他们在我面前互相撕咬，我并没有半分动容，直接让律师拿出他们砸东西的视频，有视频为证，他们再也说不出任何辩解的话。乔元，他自然是被判的最重的，毕竟他假冒我的身份，还涉及教唆伤人，就单单这2件都能让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下半生。陈浩得知自己的外甥女会受牢狱之灾，他懊悔地直接跪在我们面前，再次对着我们好一顿的哀求。大小姐，乔元他还这么年轻，如果进了监狱，他这辈子就毁了啊！能不能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一马？我愿意当牛做马来回报乔家对我的这份恩情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恩情？你之前是怎么报答乔家对你的恩情的？你觉得我们家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已经查到你这些年背着我们家从合作商那里收到的各种贿赂，我会依法起诉你。陈浩，你的余生也会在监狱里面度过吧。1年后，我正式接任公司，并进行了大范围的整顿。每个月我都会派人隐藏身份，在公司各部门进行循环实习，目的就是为了斩除公司的不良风气。在我的治理下，潜规则、欺凌的事件不复存在，有能力的人会得到很好的提拔以及工作机会。与此同时，员工的士气也越来越强，而乔元跟陈浩这辈子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
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